Hello， 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診所的阿修，歡迎來到我的頻道。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們影片，記得先點擊下方訂閱按鈕，再打開旁邊小鈴鐺，這樣每次有新影片，你都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也幫我按個讚，讓 YouTube 知道你喜歡這種類型的內容。謝謝大家，我們現在正式開始。好，我們今天來聊一個蠻大的題目。你想想看哦，如果今天世界上最強大的那個國家突然說，我不玩了，要直接退出全球最大的衛生組織，這件事啊，絕對不只是一條新聞標題劃過去就算了。它背後引發的連鎖反應，其實正在很深遠地，甚至是徹底地改變了整個全球公衛合作的遊戲規則。那今天我們會用5個步驟來拆解這個大災問。首先，我們會先看看這顆震撼彈是怎麼投下的，接着來看世界衛生組織是怎麼接招的。再來，這很有意思，我們會發現危機中出現了意想不到的轉折。然後呢，我們來聊聊，在一個新的時代裡，夥伴關係應該長什麼樣子。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我們會挖出那個決定未來合作成敗的終極關鍵到底是什麼。好，那我們就先從第一點開始講起，這顆震撼彈。你看哦，長久以來，全球的公共衛生合作，它其實是建立在一個還算穩定的基礎上，大家都照着一套規則在走。結果呢，突然間，美國宣布他們打算退出世界衛生組織。哇，這個決定雖然只是一個國家的決定，但因為這個國家的分量，它等於是直接把整個地基給抽動了一下，徹底動搖了過去的默契。這件事的衝擊力在哪裡？它不只是退出這2個字這麼簡單，更關鍵的是它發生的時間點，你知道嗎？這個宣布是新總統上任第1天就馬上執行的首要任務之一耶。這代表什麼？這代表這件事的優先級被拉到最高。你想，這對整個全球公衛社群來說，當然是感受到一股前所未有的含義呀。而且哦，這真的不是在嚇唬人。世界衛生組織的秘書長譚德賽博士，他就講得很明白，這種突如其來的資金斷裂會帶來什麼後果。首先，醫療服務會嚴重中斷；再來，整個資訊系統跟供應鏈可能會崩潰。然後呢，醫療設施關門，第一線的醫護人員失業。你想想，這一切的一切，最後的成本會轉嫁到誰身上？當然就是最需要幫助的普通民眾身上，他們的自付費用會暴增。這是一整串非常實際的連鎖反應。好，那面對這麼大的衝擊，照理說應該會看到一片混亂、恐慌，對吧？但奇怪的是，在外界一片譁然的背後，世界衛生組織的反應卻是出乎意料的沉着。這就引發了一個很有趣的思考了。這份冷靜究竟是臨場反應夠快，還是說他們其實早就準備好了？我們接下來就來看看這第2個關鍵點。這段話就是答案，這是譚德賽博士親口說的。他說，雖然這個決定很讓人震驚，但我們早已預見。注意到了嗎？他們早就預見了。他甚至接着說，他們把這件事看成是一個重塑組織的機會，一個讓組織變得更精準、更強大，也更獨立的機會。哇，你看，這一下子整個故事的氛圍就完全變了。WHO 不再是一個被動的受害者，反而變成了一個主動的改革者。那他們具體的策略是什麼呢？其實很清楚，我們可以把它拆成3步來看。第一步叫做識別風險，他們內部早就意識到，把所有雞蛋都放在少數幾個大金主的籃子裡，是組織最大的威脅。所以第2步自然就是捐助多元化，開始主動去開發更多不同的資金來源，分散風險。那最後一步呢，就是利用這次的危機當做一個槓桿，來加速轉型，去推動那些早就該做，但平常可能推不動的內部改革。這是一套非常漂亮的組合拳。好，接下來我們要講的這一部分呢，我個人覺得是整個事件裡最有趣也最核心的一個轉折點。來自美國的壓力就像一個超大的石頭被丟進一個平靜的池塘裡。一開始當然是造成了混亂跟衝擊，但沒想到的是，它激起的漣漪
卻帶來了一個完全意外想不到的結果，那就是很多國家反而開始加速走向自給自足了。我們可以把這看成是兩種模型的對比。過去那種舊的模式，我們可以叫它依賴模式。簡單說，就是很多國家的衛生計劃很依賴外面的援助，要看大金主的臉色。這樣做的風險就是你很脆弱，別人政策一改，你就斷錘了。但是現在呢，一個新的自主模式正在崛起，它的核心邏輯完全相反，不再是伸手要錢，而是靠自己的國內資源，由自己國家的優先事項來驅動。目標很清楚，就是要建立一個真正可持續而且更有韌性的系統。而且這不是畫大餅哦，是真的有數字在支持的。譚德塞博士就舉了幾個很具體的例子。像南非，他們的國會就批准了額外15億美元的健康預算；納基利亞在衛生領域追加了2億美元；肯亞也申請了額外的2億5千萬美元。你看，這些都是白紙黑字的預算，代表這股自主投資的浪潮是真的正在發生的事。有一位賴比瑞亞的資深公衛官員，他說的一段話，我覺得特別有代表性。他說：“這對我們來說是個警鐘。”他們正在積極調整自己國家的優先順序，希望能擺脫過去那種依賴的文化。哇，這句話就點出了一個根本的轉變，這已經不只是錢的問題了，而是一種心態上的獨立。大家開始意識到，靠別人終究不是個長遠的辦法。好，那你想哦，當越來越多國家開始自己站起來，那國與國之間的互動模式是不是也得跟着改變？沒錯，過去那種比較像是由上而下單方面的援助，像是老師教學生，正在慢慢轉變成一種更平等、雙向的協作關係，更像是同學之間一起做報告。這裡就帶出一個很關鍵的概念，叫做雙向夥伴關係。什麼意思呢？它的核心精神就是這條路不是單行道，它不是一場有錢國家在做的慈善事業，而是一場互利共贏的合作。你以為只有高收入國家的機構在給資源嗎？錯了，他們同時也從中低收入國家的夥伴那裡學到非常寶貴的在地觀點和知識。就像有位學者提醒的，別忘了，美國也在地球上哦。我們所有人其實都能從這種全球合作中學到東西。那有沒有什麼具體的例子？有的。譚德塞博士就提了一個很有創意的想法，叫做 WHO 公平研究員計劃。這個計劃是這樣，他建議讓耶魯大學的研究員跟來自中低收入國家機構的研究員1對1配對，然後呢，他們一起在 WHO 裡面共同進行合作項目，分享觀點。你看，這就是一個非常棒的實踐。知識跟經驗是雙向流動的，而不是單方面的我教你。OK， 我們前面聊了很多關於系統、關於資金、關於模式，但聊到最後，你會發現，所有成功的合作，最終都還是要回到最根本的那一點，那就是人，是人跟人之間的互動。所以，最後一個關鍵點，我們要來談談，到底什麼才是維繫一段長期夥伴關係的終極秘訣。耶魯大學的 Nikki Hawley 博士，他分享了一段非常有智慧的話。他說：“你必須親自到場，到場之後，你做的聆聽要比你說的話多。你要想辦法保持謙遜，並且承認我們自己所擁有的特權。”這段話真的很深刻，他點出了幾個關鍵動作：到場、多聽少說，還有最重要的心態——謙遜。這才是建立長期互信關係的那個地基啊。好，如果你正在聽這一部分，非常值得你筆記下來。我們把座談會上所有專家的智慧濃縮成5個建立成功夥伴關係的秘訣。第一，謙遜，你要打從心底承認你不是現場唯一的專家。第二，尊重，把所有夥伴都當成是平等的貢獻者。第三，聆聽，你的首要任務是去理解在地的狀況，而不是急着把你的解決方案丟出來。第四，共享機會，你要主動的去幫你的夥伴創造舞台，讓他們也能領導，也能受益。最後一點，可能也是最難的，叫做道歉。當你犯錯的時候，要有承認跟修正的勇氣。所以，我們繞了一圈，會發現
這場由危機引發的巨大變革，最終其實是指向我們每一個人。因為當整個遊戲規則都從過去那種由上而下的圓柱，變成一個平等的網絡時，我們就不能再拿着舊地圖去走一條全新的路了。所以在今天分析的最後，我想把這個問題留給大家一起思考。面對這個新時代，我們自己的角色跟我們的心態又該如何跟着一起進化呢？好，總結一下今天的重點。一個超級大國的退出雖然是個震撼彈，但它卻意外的像催化劑一樣，催生了3個重要的轉變。第一，加速了世界衛生組織的內部改革。第二，喚醒了許多國家的自主意識。第三，重塑了國際合作的模式，從單向援助變成了雙向協作。而貫穿這一切的核心關鍵，最終還是回歸到最基本的人的素養：謙遜、尊重，還有聆聽。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如果你覺得這集有幫助，記得馬上點讚、訂閱加開啟小鈴鐺。我們正在衝訂閱，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們下次見，拜拜。